好了，好吃啊！哦嗨！只要有这个标志，我都会被吸引。在 Anthropologie 看到的那一件洋装，嗨来，终于来了，其实也蛮心动的，但还是很贵，乱糟糟的。排那个入关就排了3个小时。烤好吐司了，预计这会是今天就算是倒数回台湾的，哇，只有一个蛋的脸，应该是倒数回台湾的1个月，应该会再做3次吐司，然后就可以回台湾了。上一次 vlog 就是陪朋友去看医生那一天，然后回来，然后刚好我们车子就坏掉了，引擎有状况，所以我们就送车厂去修。我以为会很快就好了，然后没想到当天没好 ，Sam 在那边等了一整天，他等到2点，他9点就到了，对，6个小时都还没好，然后他只说哦，可能明天才能告诉你最新的状况会是什么，就是今天他一早就收到简讯说车厂觉得引擎旁边有一些零件要换掉，总共要2000多块美金，觉得好可怕，就这样2张。去日本的来回机票的价格换一些零件，但安全最重要啦，所以还是决定要换。然后明天才能取车，所以我今天就等于是被封印在家里了，刚好可以把缝纫的那些专案做完。这个周末就是跟九恩约好了，我们要去他们家附近的一间咖啡厅，久违的见面，感觉他好忙哦。然后下礼拜，也就是3月的第1个礼拜就开始收尾了。希望我有足够的母片可以跟大家无间断的分享裁缝的东西。我觉得我们要回台湾东西也买的差不多了，那些 Trader Joe 的东西、零食、纪念品什么的，心里很急，但明明还有1个月，感觉弄到好像就是下礼拜就要飞的那种感觉，很急迫，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是一个星期六，刚从好市多回来，前2天车子拿去修，然后今天第3天我们才去把车子拿回来，然后就马上去加油，去好市多来看一下好市多买了什么吧。今天最主要就是因为牛奶没了，就说我们的米也快没了，冰箱很空，都是恐怖茶。今天Oh my gosh！Oh no！Oh no！ 好市多超多人，然后突然之间变超热的，前2个礼拜最高温才15度，这2、3天就爆高到29、30度，超级热。撞到的牛奶要放前面，好怕它漏出来哦。除了那边罐头、面膜、葡萄干不用冰，小黄瓜、蓝莓、猪肩肉，哇，冷冻库有点爆炸。还不错，为什么可以这么会吃啊？今天晚上要吃这个芦笋，已经过好多天了，要赶快消耗掉。好了，酪梨就是按上面这一区，只要有软软的就可以冰起来，就可以放比较久，也没有到捏，就按一下，如果是软的就可以冰起来。之前酪梨超贵的，之前这样6颗要13块，现在都降回来了，6颗大概5块钱。然后橘子。买了一些罐头，鲔鱼罐头，不是鲔鱼，鲑鱼罐头，然后买了黑豆、玉米，然后这个面膜，没有认真了解这个牌子，但我想说就在特价，所以试试看。再来是葡萄干，Sam说他想要吃马铃薯沙拉，这么热的天，我想去冲个澡，真的超热。我想要看，拜托了冰箱，蛮好吃的齁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你要加菜吗？要。汤汁都被吸干了，哦，好感人哦，好感人哦，哦，好吃。今天尝试做的是泡菜奶酱意大利面，还有昨天剩下来的芦笋、培根跟毛豆，还有玉米，还有蘑菇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整罐起司酱，那个叫什么酱？然后没有回应。好，这罐
Alfredo， 就这样子整罐，然后再加半杯的水。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稀，所以等一下意大利面可以丢进去，让它就是再收干一点。光香味就觉得好像很好吃了。我平常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，都会特别放一块奶油，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白酱，应该会有很多奶油了，所以我想说就算了。然后昨天还做了马铃薯沙拉，再补个思密达，好吃啊！哇，开心，开发了新料理了。这个酸好好吃哦，泡菜酸的，然后辣味全部不见了耶。奶味加上泡菜酸，很厉害。怎么这么搭啊？周末就是要逛超市，可爱的，这居然还卖的比马铃薯贵。大家分享一下你买了什么吗？气泡水跟马铃薯。气泡水跟马铃薯。对呀。价格如何？看不出来，但应该是便宜的。Sorry。蛮多人的耶。之前有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食谱，需要这个 evaporated milk， 通常都会跟炼乳放在一起，跟溜奶吗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做吐司用的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是啊，椰子蛋糕也不行，所以我现在掉入了一个植物奶的甜蜜诱惑当中。我在说什么？这个包装好好看啊，又被包装吸引，很可爱。之前就是说什么嗨。之前就听人家讲，之前9恩也有提醒我，但我没有听进去。对，没在听。牛奶里面会影响荷尔蒙一些东西，然后我才想想对耶，我也是来这边喝了一大堆牛奶之后，开始经痛变得很严重。Sorry， 这个也好有趣哦，特价，这也 Healthy Soda 是谁？哦，看错人，哎呀，差点被骗。紫粉蓝，好可爱。这个有 dishwasher safe 吗？Best to hand wash， 就知道。早安了，大家，今天算起得蛮早的。我觉得，如果朋友之间、认识的人之间有这样子的作息的，我都非常的羡慕。就是可以早早起，然后早早去工作，可能再花点时间在出门之前运动一下，或者做想要做的事情。因为回到家可能就工作就会很累。如果今天朋友跟我说，小孩都是去学校之前在练钢琴，我会觉得很厉害。但如果今天那个钢琴在我们家的床的正下方，早上6点半在练琴，他也没练什么，他就弹了3首歌，我每个音符我都听得一清二楚，好像就很开心的去吃早餐。我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他就整个这样子，钢琴嘣嘣嘣嘣嘣嘣嘣，真的分开来说，如果有这样的作息，我觉得超棒。然后你的规划都很好，然后你的小孩很愿意听你的话，早上6点半去练钢琴 ，Good for you。但是今天那台钢琴在我们家床的正下方，弹钢琴、跑步，全部听得一清二楚。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跟管委会抱怨，还是我就直接贴个纸条说不要在早上6点半的时候弹钢琴，好不好？道德上告诉我不要，但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子了。虽然不是每一天，但不是第一次了，就很累。但除此之外，早安呢。前2天又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一下，感觉好像变得比较椭圆形，没有以前的那种预饭团的感觉。后面这边我都剪不到，剪得到了，但有点难剪，而且感觉失败率挺高的。这边就很热，今天有很多家事要做。然后昨天跟几个朋友们个别的约了一下，朋友刚好最近在创业。但老实说，我们很久没有联络，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，认识真的很久了。小学同班4年，高中同班3年，然后还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你说这样子的人哪里找？然后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络。他说他最近创业，想说去给他捧场一下。就他说他们没有店面，但总之就是要约见面就对了。然后朋友因为要托我带一些东西回台湾，所以要约跟他妈见面。但好巧不巧呢？他妈妈跟我同月同日生，你说这样子的几率有多高？而且在同一天约我觉得蛮神奇的。一点 Everything But Bagels 大蒜粉，一点黑胡椒，一点盐。今天还有很多家事变成家事，今天还有很多家事要做。
家里突然变很冷，头很痛，吃了止痛药，但是还是想要戴个帽子。本来中午都是吃优格，可是今天真的好冷，我也觉得我身体好冷，我想要吃点热的，懒得煮，所以吃这个。幸好冷冻库里面有咖喱。你看这个雪花，哇，香！吃午餐喽！如果你来美国出差的话，我真的蛮建议尝试一下Trader Joe的这种冷冻料理。啊，好辣啊！我要牛奶。结果我跑去逛街，跑去二手店买了5件，找到好货，是 Anthropologie 的一件衬衫。然后这件我觉得也很厉害，虽然是大百货的牌子，但是它是那个全羊毛，只要有这个标志，我都会被吸引。又是一件针织外套，就是没有办法抵挡针织外套的魔力。这一件是想要来做旧衣改造的，然后这一件是酒红色的灯芯绒的感觉。还没有开门就已经排队排成这样了。上次来的时候还没这么多人。嗨嘞！因为你们昨天有。哇！等一下，那小孩，哇塞，超多的，超多的。这一区好惊悚啊！哇，这台也太漂亮了吧！上面的漆都很新哎，连这个都有，20块。哦，so 才这样卖，总共才15块而已。前面这个人拿蛮多的，可爱。出来了！汉娜小狗狗跟它的主人已经在外面等我了。那空气真的有够糟糕，我在里面狂流鼻水。朋友跟我讲了好久了。Thank you。什么东西啊？朋友推荐了很久，讲了很久，终于来了。好啊，你想要吃什么 Alright, and then is that for here? ？For here. I have the receipt on this for you, one for you. Yes. Thank you. 拍照很重要。哇！这很有趣。那个芒果的其实也蛮吸引我的。前面的大哥买好多饼哦。刚买完菜，我来买乐透了。可它就是低消5块。祝你中奖！肚子有点饿。今天真的太热了。吃完午餐休息一下之后 ，UV 什么时候会低一点？去游泳，很久没有游泳了。去碰个水，然后回来继续剪影片。今天是回台湾前的最后一个礼拜，然后我昨天心血来潮又开始整理衣柜，因为我找到了一箱搬来这里之后快1年，刚好满1年才发现的一箱衣服还没有整理，昨天就是又毛起来整理一下衣柜，然后整理出了这2大袋我的老天鹅，全部都要拿去捐了，捐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就是那一箱乱糟糟的，然后还无意间发现了我的衣柜上面前阵子下雨，全部都长霉菌，超恶心的。上面这个梁全部都这样，我就有点担心我的衣服都被感染了，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了。超级热。我一直以来都是买 Sony 的相机，看到 Canon 的特价还是会心痒痒的，没有用过。但好像很多 YouTuber 都用这个，其实也蛮心动的，但还是很贵。这个，这里看到这个是 Heavy Duty 的，全黑色，好帅哦！这样多少？180。
是真的非常阳春的款式吧？这就很够用了，大家。买一些保健食品。前面大哥买超多酒了，感觉很厉害。我不能拍那个。早上的5点，哇，这台 Uber， 满天的星星。早上5点出发去搭8点的飞机，应该非常的合理，非常的提前部署了吧？结果我们错过第1班飞机耶，结果我们没有赶上飞机，好笑了。现在在想办法。然后老实说，我们3、4点起床的时候，我一直在一个僵尸的状态，我刚刚才醒过来而已。刚刚是因为跟客服讲了电话 ，OK， 现在在想办法，已经入关了，光是排那个入关就排了3个小时。排了3个小时，然后还没有搭上第1班飞机，真的很扯。我们这次是要在 San Francisco 转机，所以我们就先想办法到 San Francisco， 然后花了4个小时才找到我们的行李。不得不说，星宇航空跟长荣真的是还蛮照顾人的，比起美国各大航空，那个办事效率真的高太多了，真的很推荐星宇航空。然后终于在25个小时之后抵达台湾，终于看到我的行李了，里面有要给粉丝抽奖的 Trader Joe 的托特包，真的如果遗失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真的是老天保佑耶，唯一坏掉的只有这个东西而已，然后所有东西都健在。睽违3年，终于回到台湾了，真的非常的想念。那么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台湾 Vlog 见。